作为 Sony 调整产品策略后的第3代产品， Sony 今年的发表会一次把 One、5、10 3个系列产品都端出来。这次 Sony 总共推出了3款装置，分别是年度旗舰定位的 Xperia One Mark III、轻薄旗舰的 Xperia 5 Mark III， 以及5G 中阶机种 Xperia 10 Mark III。所以今年 Sony 还是双旗舰组合，2款除了尺寸以外有什么差别？帮你等一下细说。这次帮你先从大家比较关心的萤幕看起。在 Xperia One Mark III 推出之前，大家都在猜今年的 Xperia One Mark III 究竟会不会为了 120Hz 高萤幕更新率，弃用 4K OLED 改用 2K 120Hz 的组合，或是为了保留 4K OLED 而放弃 120Hz。但惊喜的是 ，Sony 给了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小朋友才做选择，不论是 4K OLED 还是 120Hz 高更新率，我都要。没错 ，Xperia One Mark III 带来了全球首款 6.5 寸 4K 120Hz HDR OLED 显示器，一样有根据 Sony 专业显示器调教的导演模式。不过这片萤幕目前看来并不支援 OTPO， 所以耗电表现等后续帮你来测。顺带一提，这次2支旗舰正面都是康宁大猩猩 Victus， 背面则是康宁大猩猩6代。而在 Xperia 5 Mark III 上，则是维持 6.1 寸 Full HD Plus 120Hz HDR OLED 萤幕，同样支援导演模式。而在影音娱乐部分，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2支旗舰在外放上都是采用双喇叭，并且采用对称式的喇叭设计。除了可以提供左右更一致的效果外，在音量大小上也大升了 40%， 同时也是世界首款支援360 Reality Audio 外放的手机，算是蛮大的提升。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邦尼的实测。对了，顺带一提，这次推出的 Sony Xperia 全系列机种依旧保留了2021极为先进的 3.5mm 耳机接孔。接着来看大家期待的相机 ，Xperia One Mark III 整体镜组设计跟上代的 One Mark II 比较接近，在设计上依旧是美背的代表，搭配上这次的雾面玻璃机身以及有触感的实体快门按键，整体还是蛮利落好看的。这次 One Mark III 采用了3颗镜头，但神奇的是，居然有4个焦段，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次 One Mark III 3颗镜组依旧都维持1200万画素的解决方案。根据 Sony 官方表示，这次的镜组选择还是以速度作为优先考量，包含20fps 快速连拍、眼部追踪对焦，以及这次新增的即时物件追焦。相较起过往只能追踪眼部，这次的快速追焦可以直接选择物体进行快速追踪对焦。规格上，最顶部的是 f2.2 1200万 16mm 超广角镜头，接着是大家熟悉的 f1.7 1.7分之1寸1200万主镜头，以及下方的 3D iToF 测距模组。效果帮你也测过了，在对焦速度上还是非常快。最后一颗就是神奇的 2.9分之1寸1200万画素光学变焦潜望式镜头。没错 ，Sony 在这颗潜望式中采用了可变焦段的光学模组，可以在 f2.3 70mm 跟 f2.8 105mm 2个组合中切换，所以透过一颗镜头就可以做到 70mm 以及 105mm 的光学变焦，也让 One Mark III 在3颗镜头的组合下，就有了超广角、广角以及接近3倍的 2.9 倍光学，还有 4.4 倍光学，也就是16、24、70、105 4个光学焦段的覆盖。最后再顺带一提，眼尖的观众应该也发现了，这次 One Mark III 上的3颗镜头都有 Dual PD 快速对焦，长焦跟主镜头也都有 OIS 光学防守阵。好，说完了 One Mark III， 接着说5 Mark III。简单来说，5 Mark III 就是少了 3D iToF， 其他3颗基本跟 One Mark III 一致。同时，这次 Sony 在2支旗舰上都加入了 AI 超解析算法，可以进一步提升缩放时的画质。顺带一提，这次 Sony 在 Xperia 相机的拍摄界面有了比较大幅度的整合，在易用性上强化了不少。不过这部分就得帮你后续完整评测，如果有机会取得时机，再来带大家细细来看。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代的旗舰 Sony 依旧没有支援独立的夜景模式，不过相机一样会在侦测到需要夜景时自动启用夜间拍摄的算法，所以跟之前一样，虽然没有独立选项，但还是有自动的夜景模式。录影上一样支援大家熟悉的 Cinema Pro， 最高同样可以拍摄 4K HDR 120fps 的影像。更多录影规格的细节，后续帮你取得时机再带大家来看。而在效能上 ，One Mark III 以及5 Mark III 都采用高通的 Snapdragon 888，
One Mark III 全球有12GB RAM 加256或是512 ROM 的组合，而5 Mark III 则是采用8GB 的 RAM。后续所有的性能测试，邦尼也都会测，所以记得到时候回来看看。续航部分，两支旗舰在维持跟上代差不多的外观下，电池都更大了，两者都搭载45毫安时电池，快充上也正式迎来了升级，支援最高30瓦有线快充。重点是Sony不环保的，在盒装内就随附了30瓦快充组。两者比较大的差别是 One Mark III 支援无线充电以及无线电力分享，而5 Mark III 依旧不支援无线充电。全系列都支援 IP65、IP68 防水防尘，支援 WiFi 6。在生物安全辨识上 ，Sony 依旧保留了大家比较喜欢的侧边实体指纹辨识。最后，快速带大家来看一下 Sony 新推出的5G 中阶机种 Xperia 10 Mark III， 萤幕采用了6寸 Full HD Plus 的 OLED 显示器。重点是这次的萤幕也升级成支援 HDR 的 OLED 萤幕，同样保留 3.5mm 耳机接孔，采用高通 Snapdragon 690。电池则是有感升级，从上代的3600来到了4500毫安时，正式支援18瓦 PD 快充。前后采用康宁6代玻璃，支援 IP65、IP68 防水防尘。相机同样是不凑数的3镜头，搭载的是800万超广角、1200万主镜头、800万2倍光学长焦的组合，同样有独立的夜景模式。上市资讯部分，目前尚未确定台版的上市资讯，不过 Sony 预计在初夏陆续在全球开卖这次的 Xperia 新机。选色上 ，One Mark III 有黑、灰、紫3个颜色，都是采用雾面消光设计，实际质感真的不错。而5 Mark III 则是有绿、粉、黑3色，10 Mark III 有黑、蓝、白、粉4个颜色。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边。有什么邦尼还没说到，或是你想知道的，欢迎底下留言，邦尼后续也会尽可能带来所有 Xperia 机种的完整评测。别忘了立刻订阅邦尼，到时候回来看看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